是你，要和老子抢这东西！此宝有缘者得之，你能抢，我为何不能抢？怎么双头火狼变成一只白狼？难道这才是自我的问题？当着极烟的面还敢轻易出手？这玄武好大胆，就不怕入了更角吗？警官，去！竟然真的得手了！韩立徒弟，你运气不错，替为师把他收好。这老魔好生无耻！便是乱星海第一秘宝。怎么打不开吗？什么东西，打都打不开？莫非是我境界不够？豁出性命竟然只抢了这么个铁疙瘩，难不成只能打架时丢出去砸人？怎么召唤出的不是双头虎狼或是银眼巨狼，而是你这么个小家伙？难道是怕再被关进鼎里？收起来了，这下总可以了吧？
去，抓回来。哦。来，爪子。你到底是装傻还是真傻？看来你打算顽固到底，就不认输了。好，看在你之前救过我的份上，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此次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怕是这内海已经不安全了。还是借一下天星城的传送阵，去外海躲一下。让我抓到啊！死了？这阵法不是只能困敌的吗？身体冰凉。也没有脉搏了，似乎真的死掉了，一定是你们这阵法有问题。狐兽生性狡猾，小心有诈。孙哥，要不咱们把这法阵撤了吧？万一真有问题呢？这鬼东西真的没气了，这下又白忙活了。青龙之气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大老弟，追的方向不对啊！师兄莫慌，那小东西使了障眼法，我正在用法器追踪他。跟上，兄弟，走！还是那个，钻石壁里去了。5吨，你们都不会吗？那等着吧。这灵气的痕迹，与那九泉灵身的青龙之气倒有些相似。难不成这次又遇到什么天地灵物的化身？客人远道而来，何不进来一叙？
下竟是结丹期修士，这脸气的功法很不错啊，连我都差点被骗了呢。神识境无法感知到任何灵气波动。原来是前辈潜修之处，厉某失礼。不知前辈尊姓大名，与这云梦三宗有何关系？被忘却的不祥之人，是不配拥有名字的。这世间之人，也没几个记得我了吧？哼！此人修为莫测，为何会藏在这云梦山腹地？此处石室皆由青金石打造，也称作西灵石，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炼器材料。除了用巨力破坏之外，任何法术和法宝的灵力对其都是无效的，是建造囚室的最好资材。青金石，为何从未听说过？有些东西只存在于蛮荒时代，用尽之时则会消弭过往。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我遇见的第一个活物。从灵力痕迹来看，此地至少有数百年未曾有人踏足了。寿元如此绵长，难道真是元婴老怪？晚辈在门内身负重任，实在不便停留。前辈有所差遣，只要不是什么伤天害理之事，晚辈愿意效劳。只是如何从这里出去，还请前辈明示。道友怎得如此心急，才到此地就要离去？我观道友似乎受困于灵根资质，结姻起来必然事倍功半。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能与我相见，也算是有缘之人。老身倒有一件宝物，可助你结姻一臂之力。宝物？当然是有条件的。一来，你要替我保守此地隐秘；二来，便是要替我去做一件事情。此物名为灵眼之玉，能助你在结姻时心神稳固三分。因为某些原因，我无法离开这间石室。你要做的，便是替我将此信函送交给某个人。送信？灵眼之玉？晚辈还以为前辈要我替你去杀个人什么的。我眼下受困于此，自是要修身养性，又怎会平白造些杀孽，扰了清静？只是送信的话，晚辈自当效劳。灵气盎然，似乎与那清灵之气有些相似。怎么样？我这只灵眼之玉，可是快孕育出化形之物的宝贝，带着此物修炼，必定可以事半功倍的。果然如此，那雪云狐就是沾染了此玉的灵气，身上才会带有淡淡的清灵之气。好了，那信函也在盒子里，另外在我身后的石台之中，另有一个玉盒。你将那盒子拿来，将里面的东西取出，那东西是我的信物，连同信函一并送去就行。既是信物，前辈为何不自己去取？我若是自己能取，还用得着你？实话告诉你，这青金石也好，天火神令也罢，皆是老身为了自困于此所设。此话怎讲？曾几何时，我也曾是圆梦数一数二的修士。
我主修幽杀诀，功法通玄，但此法却有个致命的缺陷：一旦修炼大成，便容易心性迷失，嗜血成性。当年我自是心智清明，远超同级，种种艰难险阻也都平安闯过，便不顾他人的规劝，修炼了此功法。结果进阶元婴后，还是无法自制的陷入癫狂，最终酿成大祸，被人追杀，心神受创，还废掉了一条手臂。于是，我与道侣决定将自己困在这石室之中，这神炼的钥匙也掌握在他的手中。我们约好，每过一段时间，他就来看看我情形是否好转。就这么持续了100年。但是后来某一次，他失约了，再也没有来过，就这么踪形全无。无尽的岁月之中，我只能在这里孤寂的等着。只有找到他，才能解开这神链，让我不至于再次耗到大限来临。前辈之意是让我给你那位道侣送信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位前辈是否尚在人世，还未可知啊。当初他失约之时，我就猜测，是不是他遭遇了什么不测？但以他纵横天南的手段，理应不会啊。当初我和他约好，就算他真的遭遇了什么不测，也会将钥匙交与门下亲传弟子保管。找到他们也是一样的。可笑吧，拼尽全力修到元婴又如何？最终只能落得这样的下场。若事实真是如此，那此人的经历还真是……就是死物，把符箓撕开，将盒子给我就行了。抱歉，我在此被困得太久了，一时有些失态。好了，撕了符箓，取了信物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我可是将灵眼之玉这等世间难寻的宝物，都已经交给道友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迟疑的？自然，可晚辈还有些疑问，想请前辈解惑。站住！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果然有问题。你不要过来！交易看似合理，经历也天衣无缝，但如此强硬的就将人拽入密室，怎么可能是什么善类？此物有毒！土属性的天灵根元婴修士，身怀极大怨气，
进入弥留之际时才可能形成。具有灵智，还会修炼此间的功法。看来这禁制不足以致命，只能暂时将其制住。石小肉身坚硬无比，只有元婴期以上的真火才能将其炼化。这里放着的应该就是石小的精魂，难不成是当初镇压的不彻底，这才留有意识残存在体内？罢了，这些都不是眼下我能应付的，还是赶紧学点脱身之法。差点把你忘了，叶倒聪明，挺会找避难之处。话说你这小东西还真是命大，和石骁这种东西待在一起还能活得好好的，真是不可思议。等等，红叶。你到底是谁？刚才变形攻击，绝不是一只低阶妖兽可以做到的。我是谁？刚跟我聊了这么久，这么快就认不出我了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活物。我是何时被影响的，竟没意识到这里不该有活物？怎么，我这幽沙诀的滋味还不错吧？这功法当真邪门，竟能影响他人感知，甚至能够骗过我如今的身世。不管这是什么功法，今天我们之中只有一个能活。小弟弟，不要这么心急嘛，我马上会让你知道姐姐的力量。这灵气好像是活的，这东西在隔绝我的法力。不对，不是幻术，这下麻烦了。睡吧，小弟弟，安心的睡吧。姐姐会在这里陪你很久很久。
是怎么回事？这狼是这玉如意的器灵吗？你要干什么？你看他，你竟然是夺舍！这气息又变回低阶妖兽了。这器灵看来大有来历，竟能自由行动。夺舍来的身体，自然是有些不太适应罢了。你是母的？啊，对于有智慧的生物来说，请至少称一声姑娘吧，这样才显得有礼貌。不管你是男是女，总该告诉我你的来历吧。来历？我不就是你手中的那个古堡的器灵吗？器灵？我当然知道你是器灵，可我还没听说过器灵会夺舍，更没见过器灵会说人话的。你没听过见过的事儿多了，习惯了就好了。喂，你在干嘛呀？二者似乎确实有联系。韩某只是很好奇，既然你已然夺舍了这灵狐身体，那这玉如意多半是没用了。若是捏碎，会发生什么呢？不必试探了，我自是会随之烟消云散。毕竟，身为器灵太久了，早已与此物密不可分了。看来，只要玉如意在手，他就无法对我造成威胁。但此时疑点重重，方才已经被炸了2次，不能再上当了。道友，你可有备用衣裳啊？你现在肯定有一堆问题想要问我。首先嘛，称呼，你就叫我银月吧。来历嘛，我也记不清了。外表看似成熟，内里却像个跳脱的孩童。这是夺舍的后遗症吗？我只有一些模糊的残存记忆，虽然只有那么一丢丢。我却记得我是银月狼族的一员。银月狼族，似乎未曾见任何典籍中提及过。至于其他的嘛，我还要再使劲想想。他若真是那玉如意的器灵，银月狼族困在虚天鼎中，这里面似乎牵扯了些不得了的事情啊。那器灵夺舍是怎么回事？不是夺舍，要是器灵都有这种逆天能力，那修仙界不早就大乱了？这可是我们银月狼族的天赋能力——灵魂吞噬。若非今天遇到的是只灵狐，天生就与我们银月狼族血脉相通，能否成功，还真不一定呢。似乎之前被失焦的分神占据了，神魂之力大打折扣。这么一解释，还能勉强说得通。不愧是韩道友，聪慧豁达，银月佩服。
恭维的话就不必多说了啊。虽然现在疑点还有不少，但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，你既然已经有了躯体，那下一步准备做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想离开道友，自行修炼，道友不会杀了我吧？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不过，你的功法神通似乎善于逃遁，那当日在虚天殿又是如何被结丹初期的我擒下？啊，我只是个器灵啊，是没办法驱动寄生之物飞行太久的。如果想要离开那个地方，只能通过被修士带出去这一条路。哎，一提到那天我就好气啊！那个顶好不容易裂开那么一小小条缝，我刚一飞出去，什么都还没看清呢，那场上就有6个元婴期的老家伙对我下重手，6个呀！对当日情形如此了解，又闪的看来他确实是那个器灵。场上还有3个结丹期的修士呢。这么说，你是存心让我得到这玉如意的？是因为落在结丹修士手上，日后更好逃脱是吗？那现场不还有另2位吗？为什么选中了我？一个戴个面具，奇丑无比；另一个阴森森的，好可怕哦。至于你，虽然相貌平平，但已经算是当时场上最正常的一个人了。听懂了，不过银月道友还是多说些恭维的话吧。在下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些年来你并没有逃走，而是藏身在楚国带着，那岂不是将我的一切举动都看在了眼里？不错，韩道友这些年的经历、功法还有法宝，我都分毫不差地看在了眼里。所有？对，包括你身上那个神秘逆天的小绿瓶。既然银月道友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说出来，那我们不妨直截了当一些，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韩道友，你忍到现在才动手，银月已经很满意了。这证明道友确实是一个恩怨分明之人。若适才我没有出手挡下那狐妖的一击，想必道友根本不会给我机会吧？不错，但如果你在短时间内无法说服我，我还是会出手的。好，韩道友此番行事正合银月的本意。若道友不是个杀伐果决之人，是无法在修仙界走太远的。此等逆天之物，若是让那些大人物知道了，只会给你和身边的人带来无尽的灾祸。毕竟我可不希望刚认一个人为主，那个人就马上死于非命了。任人为主，此话怎讲？道友也不想自己的本命法宝没有器灵吧？银月呢，可以将元神从那玉如意中移出，充当这把剑的器灵。这样一来，不光此剑能威力大增，银月的生死也就掌握在道友的一念之间了。这等稳赚不赔的买卖，韩道友应当是愿意接受的吧？想找一个像银月这样有灵智的器灵，恐怕也不容易吧。器灵分离可疼了，我可是好不容易才下定了决心。韩道友，你可要好好考虑一下哦。
启灵认主，那便与我心意相通，生死在我一念之间，不必担心性命。本命法宝也确实需要启灵。若是韩某随意相信这些只对自己有利的事，恐怕早就活不到现在了。银月道友，应该也有自己的目的吧？实不相瞒，残存的记忆隐隐告诉我，若有一天我能重新拥有身体，并且修炼某种秘法之后，在寄生之气的主人修炼至化神境界，飞升上界的那一刹那，我就能恢复记忆，获得真正的自由。所以，在此之前，银月一定会全力辅佐你的，因为拥有小绿瓶此等至宝的韩道友，是最有可能实现我这愿望的修士了。你说，对吗？银月以后会把自己所有的未来，全都压在你身上，忠于你，供你驱使，绝不背叛。若有一天你遇到了什么危险，银月一定会死在你的前面。这下子还真是要热闹起来了。这东西的精魂还封印在那匣中，积在灵湖之中的残魂，实在又被银月吞了。在这重重镇压之下，想来是掀不起什么风浪了。不过这外壳坚不可摧，暂时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将其炮制，还是将其留在此处，待日后再来解决吧。行吧，你的第一个任务找到出去的路，这对你来说不难吧？交给我吧，主人。以后请多指教啊。你们说，韩师弟能得手吗？那妖狐如此狡诈，谈何容易？不过，韩师弟倒是深藏不露啊，会追踪术，还会土遁。难不成这韩师弟是什么大人物的后辈？嗯？哎，韩师弟，嘿嘿，哇，还真被你给抓住了！哎呀，真有你的呀，韩老弟！信不辱命，这小东西还真是狡猾，竟在里面兜起了圈子。要不是他最后灵力不济了，恐怕还真叫他给逃了。你看，这还真是稀有种，双瞳异色，还挺漂亮的。是啊，是啊，那可得严加看管啊，可别再让他跑了。哎呀，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有了这碧云带，我看你这次往哪里逃！啊，这次能成功捕捉，多亏了韩老弟的帮忙。这样，韩老弟独自拿5成，剩下的咱们再分。好，好，一切都由你拿主意便是。嘿嘿。不过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就尽快将他出手了吧。诸位师兄恕罪，药园还需要打理，我就先回宗门了。改日再和诸位师兄一起吃酒。这回真不错，很爽啊！哎呀，这下跑不掉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没错。动作挺快啊。都是主人安排的好。不过那几个人竟然只用下等法器装我，哼，未免也太小瞧我了吧？现在应该还没发现我不见了呢。如此这般，他们几人恐怕是又要空欢喜一场了。好了，走吧。我们去采购一些
夷陵法阵的必要材料，一直用这种短暂的静止也不是个事。对了，主人，那失效的躯体你可得留好了，此物大有用处。可惜不是那么好炮制的，但好在已无残魂，难泄风了，可以等你元婴之后再慢慢处理。还有，最好别让我离你太远，不然器灵和法宝的神魂连接会受损的。还有，还好缺少的几样材料倒也不算稀罕之物，门内的方式还算一应俱全，眼下还是完成器灵夷陵最为要紧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吧。器灵夷陵还真是棘手，若是出了什么差池，器灵本体便会烟消云散。但愿他能成功吧。刚才那是？大功告成！不是，你……是我呀，银月。有时是灵动可爱的少女，有时又是风姿绰约的贵妇。曾受困于无尽幽暗之中，人生寂寞。此时此刻，终于重获新生。就让我们一起揭开我神秘的身世吧，主人。主人。如此甚好。虽说你已是我的器灵，但我们之间不必以主仆相称。那叫你什么呢？公子吗？还是叫韩兄吧。好的，主人，收到，主人。你一直都这么爱说话吗？这不是在鼎里关了太久了吗？定灵丹、灵眼之术，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，世剑大会倒是个好机会。主人对世剑大会如此感兴趣，果然是为了那灵眼之术。那圣术对三宗过于重要，还共同设立了阵法结界。平日里别说是靠近了，连藏在这云梦山脉的何处都无从知晓。如今有着可以近前观摩的机会，自是不能放过。也是，方才听着两位弟子说，
以这圣树留下来的纯叶为基，外加其他珍贵材料，便可以炼制出传说中的明清灵水，可让双目穿雾透时呢。哎呀，可惜啊，只对炼器和筑基的低阶弟子有效。若非如此，上面那几个家伙也舍不得拿出来当奖品。不过主人现在装成了炼器期，若是战胜那些筑基期的弟子，是不是有点此类比试总会有大族弟子参加，以家世和传承力压，想混入前10并不难，可是获得第1名，确实太过招摇显眼。哎，到时见机行事吧。主人的烦恼还真是跟别人不一样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若是错过了这般良机，这灵眼之术还真不好接近呢。若是能得到这灵树纯叶和定灵丹，倒是一件好事。先通过初试吧。小家伙吓我一跳，只是睡了一觉又进阶了。这恶鬼图好生威猛啊！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？是什么？想不起来了。这个小东西啊，专克各种阴灵邪物。不过它呀，摄入阴气过多，容易迷失神智，变得凶厉无比。还是让它多晒晒太阳吧。行了，他刚进阶，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吧。倒是你，此前移魂之时，修为似乎散了不少，得赶紧修回来啊。好啦好啦，知道了。哎呀，修炼。不过有寒凶的丹药辅助，恢复这点修为还是不难的。而且呀，这狐妖之体还有些隐秘的神通，也算是失之桑榆了。多做些准备，总是没有坏处的。那个杜东，果不其然，也入选了落云宗的名单。恐怕这届世剑大会会有些意料之外的情况。倒是人多眼杂，为了避人耳目，或许需要你的协助。明白了。主人。没想到白道友竟是……
他在古剑门地位不低，此番事情败露，恐怕后续的影响会不小。还不知道其他门派之中被安插了多少细作。唉，咱们这天道盟号称是中立，但夹在正魔两道之中，又谈何容易啊！此术就是灵眼之术的核心了。此圣术已然通灵，竟好似活物。喂，师兄。你是当年那个小丫头，已是结丹修士了。程师伯得知你出关，问你何时能回去，他一直在等着你。哦，冯师兄也非常挂念你。好了，当年的事莫要再提。我进入此地时就发过毒誓，一日不结鹰，便一日不出山。况且宗内有你们在，足矣。春夜还未到汲取的最佳时机，我先将明清灵水最后一步调配完成。你们先在此静待片刻。韩兄，你叫我。我记得你精通土遁之术，能否从地下潜入的光照之中，为我取一截灵眼之术的树根出来？好，我试试。难道此人还有同伙？能在我神识探查之下藏匿的，只有在场的3位结丹修士。是谁？韩兄，这灵眼之术根部同样有光照禁制。我虽然有办法可以强行遁入，但不敢保证不惊动那个同样在罩内的结丹修士。且先回来，估计此地不久之后会非常混乱。上述禁制出事了，外面突然出现一群人在攻打外阵，不仅有些担心，还有元婴老怪，还是不许主持大阵了。你们2位随我前去策应，我会守好这里的。在此期间，凡进入此地的，就地格杀。你们这些低阶弟子，先去静室躲避吧。听这动静，像是元婴级的大战。如此手笔，除了正道和魔道6宗，也不做他人想了。韩老弟，咱们这也算赶上大事件了吧？重重禁制之下，还能有这么大动静？这上面估计是元婴大战了吧？这元婴大战得打成什么样子呀？这我倒是见过。希望宋师叔能平安无事。真没想到，古剑门的白师叔竟是正道盟的奸细。那位前辈，说起来也是一位可怜之人。小杜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韩师兄，您认为在下说的有道理吗？我对白师叔不太了解，不好妄自评价。是吗？我倒是觉得，小杜，你没听见我问你话吗？听得见，只是实在没有兴趣回答废话。且慢，你到底是谁？魔道六宗之一天幻宗少主，这个答案是否令大家满意？白师叔，白道友倒是悠闲。魔道贼子休要阴阳怪气！若非那老怪物还想留我性命去谈交易，今日差点就陨落于此了。我也没想到那火龙老怪物会亲自出马，不过一切都在预料之中。本师叔和贵阁的金镜前辈，应该能为我们争取足够的时间。莫要轻举妄动，老实点！大罗千幻诀，不愧是千幻宗正派秘法。要说这藏匿逃逸的本事，天南无出其右。是，正道、魔道都来了。韩立，韩老弟，小子，早看你不顺眼了。咦，就这么死了？你这是作甚？这些弟子当中有一个天恨老怪的嫡系后人，切不可贸然出手。哟，哼，真没气儿了。这姓韩的有古怪，我怀疑他故意隐藏实力，是故先下手为强。这天恨老怪物的后人绝不会是此人。你心里有数就好。好了好了，剩下的人就全都躺下吧。走吧。大罗千幻诀，天南无出其右。韩兄，观我这天狐迷灵大法如何？是不是在那大罗千幻诀之上啊？的确不错，不过若是他们修为再高些，就不一定能瞒过去了。韩兄，定灵丹也拿到了，咱们撤吧。不，跟上去看看。确实宗主手牌不佳，但是不行，就是不行。魏兄，别忘了，你可是天煞宗的人，在这待久了，还真把自己当成这儿的一份子了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程长老待我如亲子一般，不仅救我性命，传我神通，还力排众议，意图让我接掌落云宗。恩情累累，实在难以偿还。魏兄所言，白某亦是感同身受。只是假的，终究是假的。令牌中师尊留言，正魔两道在木兰草原附近发现了一株上古时期的玄天仙藤。
为了救活这仙藤的一丝缥缈可能，竟不惜代价，将我们这些潜伏在三派多年的案子，一口气全部启动。纯叶，我可以分给你们，但这圣树本源乃三派根本之所在，是断不能让二位染指的。啊，白道友，仙藤势大，把纯叶给我们，我们便离开。玄天仙藤，怪不得郑墨良道如此舍得下本。他怎么在这里？那外面是何人正在御敌？难道说……希望二位说到做到。圣树纯叶乃我三派至宝，岂能拱手自提？果然是三派高层联手设局。此事老夫是断不能答应的。很好，你们既然主动跳出来了，那老夫倒也不用再辩了。不可能，你们不是去外面支援了吗？就凭本老怪和精进书生俩人，就能让我们无暇分身？此时啊，他们应该被城旅两位道友困住了。现在外面的动静，是老夫叫人故意搞出来的。不给你们一个教训，还真以为我们天道盟软弱好心呢？老夫不愿以大欺小，是你们束手就擒呢，还是让老夫活动一下手脚呢？蓝施主，大事不妙！罗云宗程长老发来传音符，他们和派去的修士中了埋伏，除了有千幻宗和好人阁，还有天煞宗的人，如今正陷于苦战，急需增援。好啊，你们这些魔崽子，竟给我们几个老家伙玩套中套，看老夫不活剐了你们！借体施法，你是天煞真君？棋差一招啊！附身大法不对，似乎更为精妙。看来师叔这人实力还在基因之上。这星位的蛰伏之前就被种下刻印了吗？为何会突然启动？难道是那个令牌？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火龙童子，蓝道友见多识广，认出了本宗主。可惜啊，今日不是真身之死，无法尽情切磋一番。我用这具附身之躯拖住他，你们务必把纯叶带回去。是。走。音乐，你马上回去，积雪变化成我重伤的样子，我会尽快返回与你会合。主人，我刚才已经演成尸体了，这还怎么重伤啊？想办法。遵命。好贼子！这些毒瘴也奈何不了老夫。只要让你不痛快就行。这是天煞诀，凭据化身就想引我煞气反噬。
怎么办呀？好生棘手啊！要不把这些人都灭口？哎呀，你嘀嘀咕咕什么呢？如实应对不就好了？就说高价买了幻术符，重伤时保全性命。可是刚刚那一下，看上去可不仅仅是重伤吧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此物为忘尘丹，多给他们吃几颗，就不记得此间之事了。动作快些，估计上面的战斗快结束了。主人为何如忍至死呀？哎，咱们昏迷的时候，肯定出了什么大事儿，而且那个小洞也不见了。各位长老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，我怎么好像忘了什么事儿似的？是不是给他喂的太多了？无妨。有着养魂木制成的珠串傍身滋养，大眼诀的修炼果然顺利多了。哎，怎么写到这儿就断了？吾有一绝佳法门，修之可抵万世之功，奈何伯穷逐尽，无处书写。呜呼，惜哉惜哉，还呜呼，分明是写不出来了。此人当真是大眼神君是吧？韩兄啊，终于要出关了，这20年可真是苦了银月了。应付同门，打理药园，照顾灵舍，喂虫子，喂兔子，喂猴子，这气灵也是生灵啊！哎，我爱，韩兄，我不累。近来可有什么异事？古剑门山门紧闭，似乎在查清细则。南方的九国盟打了好几场败仗，被木兰人咬下好大一块地界。此后虽然得到了其他几派势力驰援，算是挽回了一些颓势，但九国盟似乎也付出了不少利益交换。哦，对了，落云宗那位太上长老伤愈出关了，可一出来就要求这宗内上下尽数归山，言进言出的。话说回来，这世剑大会也过去这么久了，云盟三派怎么还风声鹤唳的？虽说所有低阶弟子都被下了封口禁令，但当日的情形还是被不知何人泄露了出去。此事影响深远，天南各方势力之间都起了不少猜忌戒备。想必木兰人会很高兴吧？说这背后是人为操控，那这幕后之人也太可怕了吧？哦，对了，那个美人牧师说，还是时不时会来药园收灵草，每次都要待上一日。嘿，他好像还挺喜欢和我聊天的。嘿嘿，不过我都应付过去了。他近来似乎是遇到了一些事情，变得有些消沉。妈呀，我觉得呀，多半是被那个姓冯的给烦呢。无妨，此等驳杂纷繁，
你帮我应付就好，无需事事汇报。这落云宗内有不少炼丹典籍，我还需要研究一二。毕竟这九曲灵参丹里的不少材料也绝迹于天南，不容有失啊！韩兄，你终于要拿那个兔子炼丹了。你为何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？这九曲灵参已然通灵，只要配合禁止，自愿献出一点灵液即可，自然不用那般暴殄天物。你说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我会继续闭关，准备结营所需资材。此间诸事，就劳烦音乐了。遵命，主人。韩道友如今已是我宗太上长老，整个云梦山东路，只要道友中意，都可以选来做道场啊。是啊，要不搬去我们那边做邻居也行啊！对，是吧？哎，韩道友贵为元婴修士，这各方各面可不能亏待了呀。是。此事就交由我们二人吧。对，全当是给韩道友的贺礼了。已经收拾好了，主人，随时可以准备搬入新洞府。什么时候说要搬洞府了？不是，那两位太上长老也太小气了吧？元婴修士都是要有新洞府的呀。那倒不是，吕长老说看出来我不喜欢折腾，就将这座天泉峰连带2座次峰都送给我了。那天泉峰的弟子们怎么办呀？他们会另选一座山峰，改名为天泉峰。现在此处就叫青竹峰了。嘿嘿，真有点太上长老的意思了呀。先前我自觉修为不够，如今元婴已成，这开鼎之法，你在其中待了那么久，应该或多或少知道一二了。这里面究竟有什么？恐怕要让韩兄失望了。这个鼎啊，在虚天殿搁置了那么多年，陆陆续续的有人来拉鼎啊、寻宝啊，也时不时的呀会带走那么1、2件宝物。哎，经年累月，只出不进。上次主人在虚天殿中见到的，已经是仅存的古宝了。你是说，这是口空鼎？那还不如口斧呢，或者说本就是口好大的黑斧。哎呀，什么斧啊锅啊的，又不能真拿来煮粥。话说，这个虚天鼎，它本身就是一件通天灵宝啊。通天灵宝是什么？不就是古宝吗？哎呀，不是所有的古宝都叫做通天灵宝的。在上古时期啊，最多能有50、60件古宝能冠以灵宝之称。
其中每一件，据说都有着翻江倒海、移星换月的莫大神通。而每次灵宝出世，就会像虚天鼎一样，在世间引起莫大纷争。虽然啊，不知道这个鼎的特殊之处是什么，不过呢，连半生之物都是乾蓝冰焰这等级的。哎呀，你想嘛，这鼎肯定不简单。原来乾蓝冰焰是此鼎的半生之物。没错，当初呀，也是因为鼎上的乾蓝冰焰被触动，我才得以趁机逃脱。有可能啊，要等主人彻底炼化了此焰，才能掌控这鼎。要是再不济，把它抡起来砸人，也是挺疼的。嘿嘿。不过，话说我之前啊，一直以为主人你那个小绿瓶也是什么通天灵宝呢。难道你还知道这小绿瓶的底细？不，你这个宝贝来头太大了，光催熟灵药这一项就足以傲视所有灵宝了。毕竟灵宝只是将一界的天地法则加以放大，不能真正的逆天行事。我猜也只有灵界或者更高层次的仙界，才有可能炼制出此等宝物。哦，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我就是知道。可能和我之前消失的记忆有关吧。灵界、仙界，此界之上，果然别有天地。好了，我要去闭关修炼，巩固境界了。若不是天大的事，就不要打扰我了。不愧是主人，遇事不决，先去闭关。好的，音乐一定会处理妥当。元婴凝体成功，与心神合二为一，出窍时也可轻易地掌握了。怎么了？有事发生？那倒没有。就是主人刚进这净室半月，那位牧师叔就来了一趟。我看毕竟是主人的旧相识嘛，并化作了你的模样，去跟他说了几句。穆培林有眼无珠，此前如有冒犯前辈之处，还望前辈不要见怪。晚辈有一事相求，恳请前辈不力施以援手，晚辈愿结草衔环，报答前辈。这阵仗该不会是来拜师的吧？不能替主人擅自决定，还是先拒绝了吧。若是拜师的话，就算了吧，我不收弟子的。然后呢？真正的麻烦是什么？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主人哈。麻烦倒是不至于，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情况。
就断了这念想吧，没出息的小子！拜见韩前辈。都是同门，跪着做甚？起来。之前是老朽和犬子无知，冲撞了前辈。老朽携犬子前来谢罪。这是何意？本座初到落云宗时，还是冯小友接引，何言冲撞？冯长老，不也是正在闭关冲击元婴吗？唉，前辈莫要取笑老朽了。老朽所谓的冲击元婴，不过是给那几派人做做样子看，免得我落云宗遭那些人白眼轻视罢了。如今得了韩前辈这等天纵奇才恩眷，我们落云宗怕是真的要中兴了呀！这些弟子们往后还得靠韩前辈照拂了。此人倒是真心为门派着想，并非巧言令色之辈。这落云宗虽说实力不强，但门风淳朴，自有一番气韵。这也是我选择此地的原因之一吧。冯道友言重了。韩某既已加入落云宗，那这些便是我分内之事。那牧师执木仙子的事儿，我们冯家已与穆家解除婚约了。我们两家此前确实不知道，此女已成为您的贴身侍妾。什么？贴身侍妾？哪来的侍妾啊？告辞。他人啊，只看到主人如今的成就，殊不知主人苦修至今。哎呀，清心寡欲，严于律己，是不近女色的。如此的向道之心，怕是鲜有人能想到的呀。如果你对双修伴侣这么感兴趣，哪天我给你物色一个，也不是不行。我完全不需要。那个木姑娘一直想要见你来着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就让她先候着了。她既然这么喜欢不打招呼就树大旗扯虎皮，那就别打招呼了。反正他已经得偿所愿了，让他回去吧。哦。这寒气虽然厉害，但以如今元婴期的修为，只要不被直接击中，倒也无碍。玄阴诀中记载的秘术，炼化此火最为稳妥。不过此焰过于阴寒，炼化一丝也要很长的时间，还要在体内培育数年，才能真正掌握。不过一旦炼成，日后定是对付同阶的一大杀招。还不老实！
若不是提前下了禁制，恐怕迟早要被其反噬。在他们进一步成长前，得寻找更好的空中之法才是。这清灵之水，相传只对低阶弟子有效，但依我看来，恐怕是用量的问题。若是够多，你是？我家主人请你过去。主人倒是大方啊，还想着给他自由。只怕外人都会觉得主人是贪图她的美色，或者准备了什么双修秘法，才收为实潜。随他们怎么想，这样不是正好坐实了我这新晋年轻元婴修士狂妄、好色、不讲理的名声吗？让那些人多些忌惮，少来烦我，多好。是啊，像主人这般风流倜傥的元婴大能，得霸道点儿，不按常理出牌，才不容易被人拿捏。不过，主人还真是外冷内热呀，难不成勾起你的什么心事啦？太聪明的器灵是会遭到封印的。哎，好疼啊！再者说来，你不也是对他颇有好感吗？所以才暗地里为他求情。别把所有事情都推到我的头上。好感吧也谈不上，就是在主人闭关的这20年里，也就只有这位木姑娘会时不时的来药园转转，而且此女的脾性一直隐隐让我觉得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。怎么说呢？这种不顾一切也要寻求自在、寻求自由的心情，让银渊有些感同身受。所以不知不觉间起了关切之心，就跟他聊多了些。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？说起来，这家伙也是没了记忆，又在虚天鼎里关了不知道多少年，有点寂寞了吧？没有，不过说好了啊，以后可不许再这样了。我会为他设下禁制，这洞府内一切隐秘之事，
暂且不要让他知道。这也是为了他好。再过些年，应该就能看清楚一个人了。哦对，自己惹的祸自己解决。等日后时机成熟了，把事情跟人家讲清楚，不要再给我多沾因果了。看来以后这庆祝封赏要热闹起来了。哼，不过偶尔这样也不坏。啊，修炼，修炼。神识之力，破解此禁吧。此法虽胜在一个“武”字，却难免要耗费些时间了。无需这般麻烦。老身最近新得一件异宝，专克各种禁制。不过，若老身独自破此禁制，这宝物的优先挑选权，是不是也该由老身一份？白夫人。其他道友也是，若有谁能独自破除这里的禁制，都可以在我二人挑选完后，优先选一件宝物。这就是克制各种禁制的炉宝——雷火锥。若是没有风雷池，面对此等古堡的偷袭，当真是很难全身而退。不过光凭一种神通，恐怕还不足以破除此禁。触发了某层禁制，好，禁制怕是要反噬。诸位速速释放神识，还住！此阵名为太庙多宝万法阵，唯有以自身神识投入，抽丝剥茧，方可解开。一旦出了差池，必遭反噬，是故凶险无比。不过也有雷土成山、积水成渊的解法，只是要同时操控10余个阵法而已。对于大隐诀来说，也不算什么难事。原来韩道友也精通阵法之道，
天南阵法大师的名头，何人不知？哪轮得到他出头？这种时候还要更沉得住气才行。毕竟是上古10大神境，岂是那么容易破除的？这么慢，到底行不行？没想到韩道友竟然真能独自破掉此阵，好，很好。韩侯和云道友说话算话，等我2人挑选完后，韩道友也可以优先挑选一件宝物。南陇侯，宝物虽好，但再往深处，不会还有什么禁制或者陷阱吧？放心，依照苍坤上人的遗言所述，只要破除了太庙神禁，之后畅通无阻了。老实人，谁会特意留下遗言呢？韩道友，请。他只是强行压下伤势而已，不足为惧。尤兄先缠住姓韩的一时半刻。好说好说。等除去南陇侯，便是他的死期了。此人实力多半是这几名元婴中最弱的。接着，韩道友够仗义，这盒子送你了。若盒中真有什么坠魔谷的秘密，只要能活着出去，也算是道友的机缘造化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能把护水东夷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此人倒真是个人物。长儿，你们2人去协助尤道友。是，二伯，我正想会会这位韩前辈呢。说了这么久，却无一人动手，看来他们对这南陇侯还是多有忌惮的。不害怕，你们上啊！谁第一个上，我便拉着他同归于尽。南陇兄，休要虚张声势了，拖下去只会对你不利。却是斥责圣殿。一月，准备走了。收到，主人。闪，快退！小心，这人要逃！长儿，全力防御。是，二伯。休走！韩道友，周某早就想会会你了。挨得好！去吧，道友！救命啊！不好！王禅，我们后会有期。二伯救啊！不！不愧是主人啊，竟然能想到藏在木兰凡人商队里的点子，这下子呀，便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木兰草原了。这可不是一般商队，
而是为了抢占天南资源而临时组成的小型部落。看来此次木兰人袭来，并非是为了劫掠，而是准备划地而治了。不过这一路上，怕是要耽搁些时日了。此行啊，还算顺利，就是没能一击灭掉那个叫汪禅的小子。哎呀，有点可惜。没什么可惜的，那人即使没有当场毙命，也绝对受伤不轻。再说，当时的情况下，若真的当场击杀了他，那王天谷绝对不会束手不管。先脱离险境最为重要，区区结丹小辈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日后找机会，随时灭掉他。原来一切都在主人的计算之中。不过呢，此行收获颇丰。快看，3个玉盒。先前你们观察那画轴的时候，我就潜入2楼了。原本有6个的，被我拿走了1半。哎呀，就是我本来是想取走大半的，但是又怕剩太少，引起他们的怀疑。那苍坤上人留下的6个最重要的宝贝，如今4个都落在了我的手中。这一次倒真是不虚此行了。不过，主人胆子也真够大的，当着那么多元婴修士的面子，竟敢暗中出手。你就不怕让我先蹲进去被他们发现吗？那又如何？大不了施展血影盾，逃之夭夭就是了。况且，既然如此做了，自然有8、9成的把握。原本还担心你取宝后无法隐藏，但如今看来，你这遁术的神妙倒是远超我想象啊。哎呀，主人过奖了，主要还是这些玉盒本身就能掩饰灵气，否则能否瞒过那些老怪物的神识，还是两说之事呢。这是，主人怎么了？好厉害的毒！若是沾染上一丝，恐怕元婴修士都难以抵挡。这莫非是紫城东蛮荒时期大名鼎鼎的古堡？你知道此物？大名鼎鼎，难道也是通天灵宝？这倒不是，但是此宝也是极其罕见了。这可是能大范围防御的顶级古堡，据说在元婴后期修士手中可以护住100里之外的生灵，不受任何伤害。用来困敌之时，也能自行释放一种叫玉阳真火的神通，足以灭杀强劲之敌。音乐。你好像很了解这东西啊，莫非以前见过？我主人如此一说，我才发现，残存的记忆之中，我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过这么一间紫城的古堡。此宝既然如此厉害，为何玉简中不见苍坤上人使用此物的记载？看来十有八九是后来从坠魔谷中得到的宝物了。只可惜，我们打开的3个玉盒中都没有坠魔谷的消息。若是这最后一个玉盒中也没有，那就多半是在南陇侯那里了。
第一个玉盒中的玉简中没有吗？那玉简之中是苍坤上人的自述生平，以及主修功法望月诀。我并不适合修炼，但其中几种秘术和修炼心得，我倒是可以借鉴一二。那主人，我们快点打开这最后一个盒子看看吧。这是指环。哎，这材料好像有点说法啊。看上去就像是……一个普通的法器呢。我倒是觉得，此物说不定大有来历，否则苍坤上人没必要特地将它藏于玉盒之中。既然暂时用途不明，还是先收起来吧。主人对坠魔谷也有兴趣吗？天南第一兄弟也可能是天南第一宝库，元婴其中每一阶段的提升，绝不是靠闭关修炼就可以完成的。不过眼下，就算得到坠魔谷的消息，恐怕也会成为众矢之的。那些老怪物和大势力都会闻风而至的。再说，木兰人已经准备开战，恐怕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天南会更加的不太平了。好了，再有数日，我们便能离开木兰草原了。暂且闭目调息。到时另选一条安全的路线，再回落云宗吧。还真是挺会吃的。主人，我已探听清楚了，此人呢，便是负责山下采买糕点的外门管事。若是要混入山门，以此人的身份遮掩，最为稳妥。不过话说，这偃月宗欺人太甚，主人，我们去砸场子救人吧。哎，毕竟是别人的地盘，看情形再说吧。不过若是此事真有隐情，那便到了履行我当日承诺的时候了。这要是能像画本里那样，大婚之日，主人当着偃月宗华夷门还有9国盟的一众元婴修士，神兵天将霸气登场，堂堂宣称这是我的道侣，然后放出什么虫子呀、猴子呀、神雷呀、飞呀，再加上南宫仙子大开风雷时，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噗一下遁走千里，徒留那魏离尘在原地捶胸顿足的，那主人可就名震天南了。名震天南呐，自绝于天南还差不多。你当那魏无涯的面子是纸糊的，随便谁都可以踩一踩。以后可少看见画本吧，会变笨的。就知道主人不会这样做的，那人家想象一下还不行吗？不过，若是能趁着那魏离尘离开宗门时，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他消失掉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！我就随口一说，他竟然真的认真考虑了。完了完了，不行不行，我就是开玩笑的。主人，你冷静一下，咱可真不能这么做啊！不过让一向谨慎的主人如此乱了方寸，这南宫仙子不知是何等人物啊？谁方寸乱了？休要胡说！眼下还是先登上这玲珑山再说吧。
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觉得玲珑山这名字还怪好听的。